嗨，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吴娟，我又来了。好，今天比较特别啊，应该大家很久没有看到我坐在这个位置跟大家见面了啊。那今天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拿我上一次做的这个包的这个款式，那我用一个旁白的方式跟大家一起导读啊。那这样，因为那个影片里面没有什么字幕或是标注嘛所以这样子我们一边解说，我想大家比较容易看得懂。那上一次我是用就是直接在影片下面录旁白的方式啦，但是因为有一些外国朋友他们可能要看，那所以我就想说，那就分开，一个专门做包，一个是中文的解说导读。这次主要呢，我会 focus 在这一个单独的这个包款上，也就是说，它如果有一些像是我做的比较好的地方或者比较难做、比较我失误的地方或者是它这个款式、这个版型我主要是针对这个款式。那之后有机会，那再来带大家看我之前的其他作品那如果你觉得我讲解的也不错，或者是你有什么影片或者作品，其实你看不懂或者是什么，那或许你可以丢给我，下次我来用我的角度帮大家分析解说看看。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好，那现在呢，这个就看到这个影片这个是我最后完成的一个作品。其实，在这种风琴式的款式呢，我个人是怎么讲，我不是很喜欢用这种款式，因为它就是前后两个夹层嘛。你如果要放大一点的东西，像雨伞或者是什么，其实它不太好放那就是但是这种硬包，它的展示效果其实是比较好。这边我在画这个设计图其实这个设计图我当然是很久以前我就自己想好、构思好、画好。那但是我不太可能说，就拍影片的途中那边画嘛，那可能要画好久好久。因为人语嘛，你怎么说画出来人语立项了，对不对？这里在打板，其实这个款式它的结构跟我们之前我上课有教大家6种软包结构。那其实你这个从外观看起来，它就不是一个软包它是一个硬包。那我们会叫它通常叫弓底结构，它就可以做出这个角落很利落的这个造型。然后这边就在裁皮的动作其实你们注意看我前面打板花了5个小时才开始要裁皮，但裁皮呢又要花多久大家其实可以注意看最边边上面就是放一个小时钟其实裁皮也是一个很有学问跟很漫长的过程你有注意到我每一片皮片呢，我都是先把一个大张的皮裁成小块的就比那个版型略大。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需要这样做？其实我们在做这个预先的这个粗裁粗略的裁切这个动作，其实就是为了说，让这些切下来的皮片呢，它的舒展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完成稳定的状态。不然的话呢，你这个皮直接放在那，版型直接对上去那边切完之后，它搞不好它那个纤维到时候松弛了变形了，反而不是你要的。你看为什么我从这边裁这个皮还有裁这些衬料，要花那么久的时间？当然是有它的道理，因为这些都是小细节我们裁了外面的皮，还有内的皮，还有这些衬料，我要把它们都贴起来嘛。那这些贴起来的过程呢，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当然每一步的动作，我们都要尽量做到精准稳定。我在做这个刷胶呢，你看是不是我们尽量胶要涂得薄？它弄上去，滚轮一压，它自然起来就是一个很平整的状态。做了初步的裁切之后，我做了一些削皮的记号。那这个记号呢，就来到我们这边的削皮机啦。那这个削皮机呢，就是要来做我们边缘的削薄，好让我们去做折边跟一些其他的处理不然它这个皮料是没有办法用的。现在看到的这是在做所谓折边的动作啦。那这个折边的动作呢，当然你要伴随着一些敲打。或是把它平整这其实就是各种综合的桌上的工作。我们现在都还没有开始缝合但是其实前面的准备工作就足够你做很久了那当然这个也是你最后作品是否精致的关键。它并不是说你缝线缝得好，你作品就好，你还有很多的细节，其实才是真正重要的地方。插播一下，下个月2022的1月份，我在北中高有许多场巡回讲座。课程会带来最全面的实作技法与版型，我会为大家示范解惑皮件制作上的痛点。课程含工具、材料、午餐，一共上8小时，只要2000多元哦。欢迎您来一同加入。这里我在贴这个，就是这块黑黑的叫 EVA，EVA 它就是一个这种发泡的衬料。那这个衬料呢，它就会让这个皮呢有一点弹性。之前我应该有做一个影片吧，就是分析各种衬料的用法有吗？还是文章？
拉链啊，这边制作好了这个拉链，我都喜欢用这种码装的，你每次要用多少就裁多少，然后安装上拉链头，它就是一个刚刚好的尺寸，就比较方便。那接下来进入到这个又是这个边油。这个边油啊，请大家先注意看一下现在时间啊，现在是第15个小时多嘛啊，那开始上边油，你就会发现，现在虽然我只是第一次上边油，但你就注意到它那个时间其实一直在跑。我这个影片虽然快转了很多啊，你看像现在18小时半，好，现在又跑到第19小时。现在我只是第一次上边油哈，因为其实有些这个边油呢，你上完要等它干，又要等它再磨，磨了之后再上，再等干，然后在那边弄来弄去，所以要花很多次的锻炼。提尔它边缘这样弄起来，是不是就是一个比较平整的状态？好，那这个提尔完成了啊，这边我拿出了一个用来专门做弯贴的木模啊，那目的呢就是让我们这个提把在贴合后呢，它能够直接符合它这个这个圆形的弧度啊，有没有？我这样贴上去，是不是我再把这个正面呢表面给它覆盖上去，粘好之后，它自动就会形成一个像这样子立体的一个弧形的情况啊，那这样才不会说皮它到时候可能会皱或者是不工整等等的情况。那这个当然最好是跟我们完成品的状态是比较接近，它这个轮廓呢才会好看一点。OK，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到车缝的阶段啊。那其实缝东西呢，其实真的已经是做皮革中比较后面的一个步骤了。你前面其实都在处理各种东西啊。然后你看我这个弄到现在大概快24小时了吧，好，才开始真正开始在缝。你看像这个东西，我得先缝上去，我才能跟内里贴合。贴合之后把它裁下来，那它才是最后我们完整的尺寸。完整的尺寸呢，现在你看我干嘛？又要上边油。好，那这次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厚又比较长的直线，那我们就选择这个边油盒作为一个比较合适的工具。那比较角落呢，我再用这个边油笔去弄。像这种比较厚的地方，你看像要上到这么工整，其实它就很需要多次的打磨跟重新的上，才能让它的这个状态达到我们理想的标准。做了一系列的动作，现在又回到这个带盖了啊，是不是又做这个弯贴的动作？你看我还准备了3个，这样排好，它是不是本身就是一个弧形的，对吧？所以这个才不会说你这个带盖呢，到时候在你的包上面它是直的往上插，那能看吗？那根本凹不下来。你凹下来的话呢，你硬凹中间就会产生这个很多的皱褶，因为它的分量太多了。所以要是我们直接是在一个像这样子，一个弧形的方法，直接贴，它就会有一个合适的长度。最后做完，它自然就是像这样子圆鼓鼓的啊。那其实这边还有一个小细节在这里。这边其实下面呢还有一个衬不知道你们从这个画面上看不看得清楚这个是避免呢你这个提把左右两边拉力会让中间凹下去，所以通常呢我们在这个中间的部位会放一个长方形的，例如说铁片或是很厚的中底板，目的就是让它这个提起来的时候，它中间的这个带盖不会凹下去所以如果大家在做款式作品的时候有这样的情况，其实加衬就是最好的选择了。接下来呢，看到这个画面其实已经很清楚了，我们这些东西堆叠起来就是我们最后的成品。现在就是要缝了，好，那这边我先缝带盖，你们看到这带盖本身就是鼓的，好，然后再来是把这边缘缝好，来结合在这个整个包身上面。那这边呢，我又用上这个模型车去做边缘的缝合那大家知道做这些缝合的器具很多一般的平车最常用，那有筒车、高头车、刀边车，各种各样的不同，所以有它适合专门不同的款式跟部位。你常常一个包呢是需要这边用这个车，这边用那个车，那用第3种，然后有些地方还要手缝所以其实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都去涉略一点，都去多学一些。那你在做任何应变的时候，你就可以用最有效率的方法好，那这边我们在做最后的收尾你看，即使我用针车缝，我是不是最后尾端我也要用手缝的方式把它在上面做结尾？最后这一道，你看我这磨了多少灰尘下来它其实就是为了要让它这最后一道呢涂得非常的工整。那其实这个包呢，我们就接近这个完成了。好，那最后把这个拉链头这些东西装上去。好，那这样看一看，其实这个作品呢就完成的差不多了。做完了，看一下这个时钟22:59，我记得它已经是第3个24小时了，所以就是24加24加23，这样等于是多少
71。那其实71个小时里面呢，当然有很大部分的时间是在重复的上边油跟等它干的这个过程。考虑主保人节奏很快，其实很多增加在背后辛苦的地方，它已经省略掉。好，那最后就是一个设计图的对比啊，还有一些我们这个我上次拍的照片，把它的特写啊，那当然最后的成果我自己是觉得还不错了，那只是很可惜它最后没有走上那个走秀的舞台啊，因为我之前有在前面跟大家说过哈，其实这个款式呢，它是我跟我的一个服装师的好朋友永生，他要去参加台北时装周去做一个走秀的展演，反正我就给了他几款，但是最后这一款是特别为这个做的，反而没上啊，反而是我之前的旧作有上啊，因为这个有时候涉及他们整个秀的编排啊，或秀导的安排，或者整个呈现的氛围啊，那毕竟人家的主题嘛，那有点可惜，那当然也没办法。好，那总之呢，这次就是这一次与大家分享介绍的一个这个款式，那希望大家会喜欢。上一个包呢，我是用这种旁白的方式直接坐在下面，但其实我就再多做尝试。那如果你觉得我讲得不错啊，请记得帮我留言、按赞、分享、订阅一下，之后还会有更多影片跟大家分享。好，那就下回见喽，拜拜。